现在凯凯遭虐死的事件让非常多的爸妈都非常生气，他们在5月10号要上街头，他们希望可以终结儿虐。为什么会这么生气？你看到这一对二保姆，他们今天在开庭的时候又有新料，他们竟然给这凯凯写一个超度书文。这个书文里面想的都是自己吗？好，凯凯的事情为什么让大家那么生气？你想想看哦，在台北有一个小朋友经过合法的机构来转介给合法的保姆，还付了高额的保姆费，结果你把他虐待到死。虐待到死之后呢，现在来讲的话，如果起诉的话，大概都会有最重判到无期徒刑，是不是有可能死刑的一个空间？大家都还在思考的一件事情的时候，现在来说的话，这些二保姆姐姐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：当初凯凯走掉了之后呢，他想要在北投帮他办一个12天的法会，甚至呢，他在他的手机里面也写出了超度的书文。什么叫书文呢？告诉大家，书文呢就是你要上禀天地的时候呢，有点类似一个报告哈，告诉天地我们那时候听到的时候，以为说他是想要帮凯凯。禀告，希望他可以好好投胎转世。对。可是当你出来之后呢，你拳头又再度硬了。这书文是讲什么呢？不是在帮凯凯好好的投胎哦，而是帮阿姨。阿姨是谁？就是那个保姆。对。帮阿姨渡过难关，免受入监刑责。什么意思？你就知道小孩子你害死的啊，小孩子你虐杀死的啊。所以呢，他也知道说他面对的是什么，要入监。然后呢，还这样子讲在书里面写说体谅阿姨也是困苦人。请外婆外婆就是凯凯的主要照护者，请外婆及家人原谅，不要提出高额的求偿金。所以你完全这书文就想到自己啊。对，当你的律师告诉大家说，我们当初凯凯死后5天的时候呢，准备办一个12天的法会，这时候大家觉得说你是不是有一点悔改之心？对，还写说了手机也写了书文书文出来，你哪一句是想到凯凯了？你都没有你每一句都是想到自己要渡过难关，不要进去关，然后呢体谅阿姨也是困苦人，然后叫外婆跟家人原谅。重点是什么？不要提出高额的求偿金啊！你害死的一个人，一个无辜的小生命被你害死之后呢，你满脑子就是希望不要受到刑法的追诉，你满脑子就是不想要赔钱。你想想看，这个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的原谅他？难怪社会会整个炸锅。而这整个庭讯过程当中，有很多离奇的故事，离奇的，甚至呢，你可以看到说，这对保姆姐妹彩萱跟她的妹妹2个完全是不同的说法你知道吗？她姐姐彩萱告诉大家说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其实我当初也是会给她吃饭，吃完饭之后会给她喝养乐多可是因为她的太难照顾了，所以呢，我又越走越歪。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呢，因为我有童年的阴影。所以呢，当凯凯讲脏话的时候呢，我才会被引发。他还把所有错怪到凯凯身上。其实这东西来讲的话，如果你是一个人犯案，很少有人可以打脸你，因为你的爸爸妈妈不会出来讲这件事情，但你也无法你的辩方，我说哪有你童年怎样？结果谁出来打脸他的，就是彩萱的妹妹。结果彩萱妹妹说没有我爸爸都会回家吃晚饭然后呢，父母有时候会带着姐妹去进香，父母的感情很好。你写在公上，妹妹完全打脸他。其实医师也是讲刘彩萱智力中等，智商105，性格矛盾，愤慨不满，缺乏同理心。可是呢，你根本不是因为你的精神有状况才去虐待小孩，你去虐杀凯凯就是你个人的行为。医师已经做出诊断了，你不可能用一些精神方面的疾病想要来陶醉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，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